这穷小子虽然出身农村，但同样揣着一个发财梦，刚大学毕业就找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，不久后还真赚上了大钱，一个500亿的大单子，屏幕上一串零，数都数不过来。就这一单，光佣金就拿了7个亿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男人名叫狗焕，出身农村，学历平平，但拥有超人的记忆力，靠着将所有股票代码背得滚瓜烂熟，应聘上了股票经纪人。但干这一行，光记忆好并没有什么卵用，拼的是口才和人脉。只要你有客户，不管是买进还是卖出，只要有交易就能拿到佣金。每天6小时高度紧张的工作，所有人就像打了鸡血一般，说服客户进行股票交易。下午收市后，几乎所有人都有成百上千万的交易额，只有狗焕喜提一个大鸭蛋。然而狗焕并不气馁，每天更加努力的钻研业务，就连和经理吃饭，他都会用电话录音，记录下客户的每一句话，因为里面很有可能就藏着情报。但有时候手机录音并不方便，为此狗焕特意换了一个录音打火机。股票经纪人虽然看似风光，但在客户面前，无论大小都只能低头装孙子，想着法的跟客户套关系。如此不懈的努力后，狗焕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客户，结果却把卖出听成了买入。这一手操作不但连累公司赔了5000万，还连带着整个小组扣掉了半年的奖金。上司自然对他没有好脸色看，狠狠批了他一顿。再看看同时进来的师弟小金，不仅长得帅，人缘也好，家里更是开公司的，就连撩妹技术也让狗焕望尘莫及。而反观自己，农村出身，学历平平，没有任何背景，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回家探亲时还意外得知父亲身患重症，需要一大笔手术费。双重压力下，终于在公司的聚餐上，狗焕爆发了，躲在角落一个劲儿的喝着闷酒，直到醉得六亲不认，毫无姿态的躺在地上放声大哭。自己明明这么拼，为何命运如此不公？狗焕的惨状被一旁的刘科长看在眼里，他觉得狗焕出身贫寒，又想赚大钱，这种人有利用价值，于是带着狗焕去了一个安静的养生会所，一边做着 SPA， 一边聊起了合作。他告诉狗焕一个秘密，自己一直和一个幕后大佬合作，通过操纵股价赚取惊人利益。现在团队正在物色新人，如此缺钱的狗焕哪有拒绝的理由？明知道是违法的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在刘科长的安排下，狗焕跟大佬秘密见面，大佬连招呼都懒得打，上去就塞给他一部手机，让他等通知就行。等到了第二天，看着资金账户里500亿的金额，狗焕以为在做梦，反复数了好几遍才敢相信。这时电话响了，对方告诉他，开市前1分钟会出现13000个套期的卖出订单，让他抓住其中的8000个。要知道，通常情况下，套期能放出100个都是大手笔了。狗焕虽然觉得事有蹊跷，但没时间给他考虑，他必须抢下其中的8000个。于是证券公司里，他单身20年的手速被用到极致，发了疯一样的敲击着键盘，抢在别人回购前用8分钟的时间，成功用500亿拿下了8000个套期。이거 지금 누구 소리니? 매수 주문이 체결되었습니다. 500亿的交易量直接冲上了公司业绩的第一。狗焕也靠这次交易，光佣金就拿了7个亿。回家后看着账户里的余额，狗焕开心的像个傻子。他做梦都没想过，他能赚这么多钱，赚钱竟然如此容易。有钱了，先给父亲安排好手术，接着在市中心买下了豪宅，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做派。不久后，大佬又做了一个局，交易金额更是达到了恐怖的7000亿，连同他在内，这次共有5人参与，分别来自不同的证券公司。有了经验的狗焕，这次轻车熟路，很快按照指令完成了任务。而这次他一个人就分到了12亿，一时间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。更刺激的是，连公司里最漂亮的小姐姐也主动前来指导狗焕。狗焕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。다 봤어요? 네? 小姐姐最后不但没有责怪，还主动送上了电话号码。一夜暴富的狗焕开始夜夜笙歌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如此巨额的交易量早就被监管局盯上了，对方还偷拍了他跟大佬会面的照片，这让狗焕惊恐万分，连忙跟大佬碰头。他担心事情败露，可大佬依旧气定神闲，说他们并没有证据，让狗焕不要担心。随后他提出让狗焕出去散散心，顺便看看自己的存款。于是他换上了沙滩裤，在巴拿马的境外银行看到了成堆的钞票，之前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。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个叫罗伊的男人，也是个股票经理，两人臭味相投，很快就成了朋友，一起在赌场豪赌，驾驶私人游艇出海，这才是狗焕想要的生活。度假结束后，公司却出了问题，监管局全面调查公司，带走了公司的资料，还翻出了所有员工的聊天记录。接二连三的巨额交易让狗焕成了重点的调查对象，但此时的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操作员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加上检方深入调查，也没有找到实质证据。但别人就没这么好运了，之前带狗焕上当的刘科长被挖出与女同事有不少的丑闻，被老婆闹到公司，将小三一顿毒打。最后事件持续发酵，经理只好将
将刘科长辞掉，幕后大佬也将他踢出局，而狗焕则顶替了他的工作。刘科长心中自然怨气十足，而反观狗焕则是春风得意，他把家里的旧物品全部丢掉，将生活品质提高了数个档次，甚至他连原来的女朋友都不要了，开始和公司里最漂亮的小姐姐交往。两人在 VIP 包厢里喝着香槟，看着球赛，买高档定制衣服。有了资本的狗焕做起事来更是得心应手，权钱交易的戏码依旧在地下上演。不久，狗焕就坐上了证券公司的头把交椅，但慢慢的，狗焕发现之前跟自己一样和大佬有过合作的人，接连出现意外死亡，不是跳楼自杀就是车祸身亡。亲眼目睹惨状的狗焕吓得两腿发软，他意识到这很可能不是自杀，而是灭口。没过多久，大佬再次约见狗焕，说了接下来的计划。这次计划的收益预计200亿，狗焕能分到50亿。计划很简单，就是做空一家公司的股票。可问题是怎么去做空呢？直到开市这天，狗焕看到新闻，终于明白，目标公司突然发生火灾，2死7伤，股价因此暴跌。不用想也知道这是谁干的。但狗焕只能按照计划执行操作，但他并不知道，他身边的小姐姐正悄悄通知了监管局。原来监管局早就盯上了他，并且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，以此做要挟，逼他收集狗焕的交易证据。然而这些狗焕并不知情，他在收市前完成了200亿的任务，做完之后才发现一大群警察正在等着他。狗焕被带到监管局，按理说狗焕的罪行不小，但组长却跟他说，只要配合他们揪出幕后大佬，以前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。看着摆在眼前的证据，以及这段时间内不断受牵连死去的人和破产的公司，狗焕陷入了沉思，最终答应了组长的要求。可万万想不到的是，狗焕回头就向大佬坦白了一切，因为他知道自己难逃大佬的手心。大佬非常欣慰，让狗焕执行最后一次300亿的交易，依然是非法做空，但这次的目标居然是富二代学弟小金家的公司。狗焕表面上不露声色的答应了下来，而事实上狗焕两边都没有说实话，他有自己的计划，暗地里把自己这些年赚的钱300亿转给了在巴拿马认识的股票经理罗伊。等到行动的当天，一开始就疯狂买入那个公司的股票，造成华尔街资金注入的假象，不但破坏了大佬的做空计划，还让富二代家的公司起死回生。同时警方也被摆了一道，抓捕大佬的计划落空。事后狗焕主动约见大佬，怒火中烧的大佬知道自己被狗焕耍了，警告狗焕敢出卖自己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，然后直接拽出狗焕身上的窃听器扔在地上，狠狠地踩碎，接着转身便要走。为了阻止他离开，狗焕再次使用超能力，抓出大把钞票疯狂撒钱，而群众的疯抢导致了地铁紧急停运。这时大佬暗中安排的杀手趁乱出来刺伤了狗焕，但大佬也被成功拖住，在准备上车逃脱的前一秒被地铁里面的警察拦住，可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无法逮捕对方。这时狗焕拿出了那个录音打火机，地铁站里响起了两人多年来的通话记录，铁证在手，大佬只好认栽，就这样被警察带走。这部电影就一个字，钱，并不是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当你踩过界，必然会让你粉身碎骨。老话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就比如我求钱没有，只要你给我点赞收藏，我就能开心的像个傻子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云影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